Hello， 大家早安，我是小王。今天呢，天气很好哈，但是早上我差一点点没有办法录直播，想到因为对脏暗哦，开始都拉晒啊，哇，拉到今天早上啊，还好有这个益生素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哈？其实肠胃如果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呐，但是有一个比较重点的，就是我曾经问过肠胃科的这个医生啊，当然我从事这个行业，旅游这一块区域加固啊，所以实在得加这医生啊。很多人说肠胃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啊，我小朋友也是啊，我小朋友老大啊，从小一直都有肠胃的问题啊，那胀气啦等等的问题啊。只有一个比较大的因素归咎就是什么？我们的肠胃有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就是呢，好菌坏菌的问题啊，就是你不好的细菌在你的肠道里面用这些细菌啊，你就很容易不舒服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也是这几年来的医学科技才让我们知道益生菌啊，这类喝出一堆。那为什么我说跟益生素有关系呢？我一直都有定时在服用益生素哦，想到因为益生素加肝丹就是消化道的问题嘛那消化道问题太贼啊，这个我们也不专业没法度评断讲对这个问题，但是你甲看日本人你加厉害你甲看日本人呢加这肠胃药物因为日本人对这个肠胃顾得非常的好。所以你注意看日本的胃药、胃散什么什么的，很多，有没有发现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肠胃就是消化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消化道顾得好，你人的问题几乎都不会有。那因为益生素是我跟工研院就是取得授权，跟他一起合制的嘛也喝出了其实它培养它让你自体的免疫力也在培养起来培养好的菌，不是包困你吧？培养好的菌培养好的菌喝出以上，也在好的这个小肠绒毛道会长那个绒毛出来，而这个是跟台大研究合作有专利的用白老鼠去做这个叫什么实验报告，所以白老鼠的肠胃道也画这个绒毛出来喝出以上。你人吃物件，不管营养品还是不，都要吸收那你的吸收很好，你的吸收越好，你的抵抗力就越强，营养素就越强。它还有 Ig 蛋白，哇，真的哇，这个它的专利很多专利非常的多，所以它是用食物的方式用萃取的方式然后来让你达到那个功效。重点是爱有效所以消化道的问题，并不是一缸两缸的问题，那是长期的，有的人甚至是天生的我以前抓团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拉肚子，哇，那个，所以后来我就有很长期的在对我的这个身体做很好的保健。想到新冠肺炎来，我跟你讲它不会消失的。其实咱人辛苦边一点都有疾病在我们周遭生活范围，听闻太多很多人离开啦、生病啦、等等啦，就像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专门在做一件事是什么？统计是政府委托的民间机关你知道每一年因为流感死掉的人有多少因为这个叫什么？打疫苗，疫苗很多种疫苗不是只有新冠肺炎，打疫苗出现问题的有多少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要怎样你在这样子有疾病的地球当中，有细菌的地球当中，你要怎样你没有办法你还是得生活下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社会就是你自己要做很好的保健、保养自己尤其是消化道的问题。所以我前2礼拜做不赢所以我就忽略的去吃。你看，忽然间就产生这样子的问题了保养品绝对不是药品这大概观念爱我，绝对它不是药品你生病了，你一定要看医生，你不能够乱讲，在电视上跟人家把脉跟人家说哇你得什么病不行的那违反的，这也不对的
但是你要保养很好的身体，你要不能说长生不老，你要让自己保持很好的状况，甚至在这种新冠肺炎的疫情底下，或是充满细菌的疫情底下，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拥有很强壮的身体？那就是普通时候你的保养。保养还要你有金钱能力，你才有办法保养；还有你的概念够，你搞好的保养。像多爱等等的是，你能不能取得很好的源头原料啊？所有东西的这个出产是来自哪边啊？是不是有保障的啦？商家信誉很好的啦，原物料很好的呢？那才是最好的。所以今天早上哇，我就担心说不能做直播哇，结果马上还好，现在吃的就还好，我就大概6点外起来嘛，哇，起来叫我起床的不是闹钟，叫我起床的是巴多利棍啊，那现在就好很多啊，现在就好很多。所以很推荐，非常推荐我自家的益生素，跟公营医院合作的，有台大跟成大的医学报告都有哦，实验报告都有哦。重点是让你的免疫力增加，然后还有消化道的这个绒毛增长，其实就是让你的营养吸收加倍，所以它可以配在任何食物里面，还有任何一个保健食品，如果你跟它一起服用，还是嘎不会啊。这个是一个专利啊，这也是必须要对自己的产品来负责的，好吧？来吧啊！今天如果可以做的话呢，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我继续要做的土耳其啊。这个今天的土耳其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了。我看这个土耳其其实是大概八年前有了吧，我所拍下来的。哇，看到我自己，好年轻哦！哎呀，看到好多好朋友啊。老朋友啊，哇，时间过得很快，有没有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当下赶紧看手机的相片啊，我爸爸怎么老了？我妈妈怎么老了？现在在电视机前看我的朋友们，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啊，一定要照顾好你们自己。相信小王所推出来的东西，我一定是帮你们层层把关。保健食品很多人做，我为什么还要去做？食品级的东西不是药品，我就是要突破市场，我要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我不要让大家听从外面无为不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宗旨。我们来聊聊今天呢，我可以谈的土耳其，我要谈的土耳其，在土耳其玩常常可以看到很特别的东西，新名言我跟你讲啊，比如说呢，想到呢土耳其有希腊文化。你有发现吗？我们前面在介绍的时候都会发现，哎呀，从爱琴海沿岸可以看到特洛伊遗址，有没有荷马史诗？哇，可以看到一些希腊的文物，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希腊文化啊，是因为应该希腊感情特别好吗 ？No， 不是，在当今的世界各国的关系当中啊，有几对著名的鸳鸯，例如呢，印度跟巴基斯坦啊。还有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希腊、土耳其也是。希腊跟土耳其是世仇哇！从特洛伊时代的几楼整过来，问题在到底谁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是他们的争议。想那奇怪呢，罗马怎么还分东边跟西边？其实就是分家产的概念啊，把的财产分给子女啊，懂意思吗？当时的罗马皇帝呢？他的财产的是土地啊，国家啊，在西元395年的时候呢，狄奥多西一世呢将罗马帝国分给他的两个囡仔啊，那这个囡仔呢，从此了罗马帝国就分个两个哈，这个囡仔啊，东边的君士坦丁大帝啊，那你的介绍上面，我是君士坦丁大帝嘛，我就叫东边的东罗马，东罗马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新都，它也叫新罗马啊，那它就是信奉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 Istanbul， 那伊斯坦堡在希腊古拜占庭的基础下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又因此呢，称为东罗马帝国，意思呢就是拜占庭帝国。那西罗马帝国呢，以原有的新都就是罗马为米兰为首都，信奉天主教。西元1453年呢，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呢，有这个千年。历史信仰上帝的东罗马帝国呢，就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图曼帝国把它打败了啊。那奥图曼帝国呢，就逐渐的占领了哪里？土耳其。那东罗马帝国很多人呢就开始往希腊走了。
现在希腊所处的就在巴尔干半岛上啊尾端。直到1821年，希腊呢政府呢自行宣布了独立，并且在英国、法国、俄罗斯这个扶持底下呢，于1832年的独立战争当中呢击败了土耳其人啊。从此，希腊跟土耳其呢，哇的哥哥弟啊分不清楚了啊。影响土耳其跟希腊两个国家上深的，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与协约国签订的洛桑条约。条文中呢，它只是跟各个国家协商了哈，现今土耳其大致上的这个土地的边界线啊，领土界限，跟战后赔偿啊，提出了所谓的土耳其跟希腊的人口交换的政策。什么叫人口交换？就是种族啦。当时这项举动呢，被认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种族清洗仪式。但是困难的是什么？在将近5个世纪的奥图曼帝国的统治底下啊，那彼此啊，宗教信仰、国家的界限嘛，拢分开啊，拢变动啊。不管在人种的外貌啊，或者是生活的文化上，你根本没有办法界定谁是谁，谁是希腊人，谁是纯正的土耳其人啊，你分不清楚啊。那该怎么办呢？那么当时呢，要怎么样把希腊这些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呢，把它分出来，区分出来，这很难嘛，强人所难嘛。住久了怎么可能啊？宗教信仰就成了唯一一个区分方式。所以呢，当时呢，大概就有200万人就互相的开始分开来了。他怎么分呢？很简单，你住在土耳其的你想想看你住在土耳其的人，你是信仰什么？你要么信仰伊斯兰，你继续留下来；如果你不是信仰伊斯兰，那很简单，你回去你的希腊，懂意思吗？那你住在希腊的，你信仰的是什么？你信仰的是那个伊斯兰吗？那你就回去土耳其，你就不要过来。所以就这样子换了。但是有时候你要想想看，我住在土耳其可能已经住了一辈子了，多60当啊！你今嘛忽然间叫我回去希腊，黑暗是外国的，我的他们家多60当啊！你忽然间叫我回去，只因为种族的不同，我连嘴巴讲的都是希腊话土耳其话。我生活，我的家人，我所有一切都在土耳其，但是只因为信仰不同，你就必须叫我过去。那他们就土耳其政府也很简单那没关系，那不然你就信奉伊斯兰他们又不愿意，就这样子，对立就出现了那认同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很特别，使得这200万的居民从自己生长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牵引到呢曾经数度战火交战的仇敌国家，他们成了什么？叫做不会家乡语言的另外一个新移民，而且打从心底，他们也不认同自己到底是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的双重异乡人。这种感觉有没有很像台湾的很多的老兵？以前叫老兵哇！但是这又跟希腊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希腊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在他们的心中，东罗马的帝国以前架构就是在伊斯坦堡，就在土耳其那是我们以前的土地就是这样他们认为是希腊的，土耳其认为那是我的土耳其希腊地缘相近，文化历史同源，可以算是港文港境都在爱琴海沿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国家甚至相连的有路可以走的。但是因为2个国家的感情很差你当土耳其走下去根本都没法开进希腊境内所以应干脆坐回轮机较近那个彼此有边境都没有用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台湾以前也是有没有？明明就可以从台北直飞到中国大陆的，偏要绕一圈绕到澳门跟香港，2个小时可以到了班机呢，就搞掉了一整天，有没有？以前大家去中国玩的是不是都这样子？所以很多都是人造成的，都是人的问题。除了宗教不同，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嘛，希腊人信仰东正教嘛，这2个国家几乎呢，你要去区分谁是谁，就因为你看饮食文化一样，地中海一样，气候甚至历史遗迹，东西香港，东西港子的帝国出来，都是同一个帝国留下来的举一个例子好了希腊有咖啡，土耳其也有咖啡，事实上是相同的概念只是都是那种不绿渣的咖啡，你老去过它胜利的怎样各有呢，加者呢
相似的咖啡文化啊。双方甚至互相争论了，这咖啡是我发明还是你发明啊？大家都你啊差这哈。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哈。其实很多的事情呢都没有那么严重啊。不管是地中海料理，大家吃的是橄榄油跟香料，到底要怎么去区分？为了这些区分而去吵架，有意义吗？啊，好像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双方各自在名称上的坚持，有时候为了掀起的民族的激怒啊。所以刚才例如当下呢，民族主义太过强烈些，你让土耳其你给攻击不公，帮我煮杯希腊咖啡，他会白眼瞪你一下，他不会帮你煮，这个就是挑起那个种族的那种对立啊。想想看，在全球化的社会里，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移动已是常态了。国土的边界呢，根本就是人虚定出来的嘛，对不对？虚构国家的认同嘛。常常我们将自己纳入各种意识形态里面，国籍啦、种族啦、习惯啦、宗教啦、政治立场啊，这些东西导致成什么？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互相对立的。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你这东西能给你掏开来，再虚构出来，界限嘛，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没有那么困难啊。情感是最真实的，一个人其实呢是属于多个地区的啊。那多层次的，不要把人呢弄得这么的狭隘啊，彼此敞开这个框架，对不对啊？我讲白一点的，你在台湾，你是个美国人，你住了50-60年，你自己想想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怎么会疏远？他也认同了台湾的文化，有时候远在天边的美国，他的儿女都没有办法像你的左邻右舍这么的照顾你，每天早上跟你 say hello， 对不对？这个熊家姐西多郎，你们早上就是看我节目，其实你就是孤单的一个人，这也就是我做节目下去的宗旨跟原动力，对不对？每天早上我在跟你 say hello， 你看我的时间搞不好比看你儿女还要多，是吧？这就是人类，不要愚蠢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吧？今天我们来看看，土耳其，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入我们第一站要抵达的这个地方。我现在在影片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伊斯坦堡。食饱啦，食饱，啊，咱才要来食。咱较车较较。食饱，你大家到咧。开了嘛。来吃饭哦！今晚要带大家去吃的是土耳其的鱼料理，是我们台湾人也很喜欢吃的鱼啊。在土耳其听到要吃鱼啊，大家眼睛都当呦呦呦一亮啊！因为在土耳其呢，你几乎天天都是加霸，尤其是牛肉跟羊肉啊。因为回家国家没什么猪肉可以选择，鱼也是土耳其人熊尬也美食哦。土耳其人对鱼也是情有独钟啊，但是只有靠海港的地方你比较吃得到，其他的内陆地区都没有办法。像伊斯坦布尔这样子的大城市，你会看到到处都是鱼啊。还有因为鱼三明治非常的便宜啊，只需要点上你的三明治，一些新鲜的煮熟的鱼将被放在一些面包之间，哇，很好吃哦。海上咯，你食鱼啊啦？食到袂讲话啊？敢袂讲话啊？哎，出声一个来。吃鱼餐，吃午餐，好吃，好吃的一餐。鱼，错，
也是担保加烤鱼，烤鱼、烤肉，哎，我小丸糕两架，没拜了，好吃啦。呀，中餐。有泡点茶。可以干啥？好吃啊，包滚好食的呢。你看你巴肚会枵喂？你吃饱了？你吃饱啊？那样，来一式三宝加春卷，春卷好吃，第二卷，我是第二卷哦，第二卷呢？他们两个比较惨，是第二卷。哎，可以耶。土耳其人很重视餐厅的规划设计哦，因此在土耳其呢，很少有夜市啊。对于这个吃饭的气氛啊，还有顺序啦，有一定的要求哦。比如讲你夹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伴随的海景；吃饭的时候要先喝汤，或者听起来有点过度的讲究或很繁琐哦。但其实是想要以最好的方式来享受吃饭的时间啊。这个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哦。在台湾呢，饮食很便宜，也不大讲究啊。讲的东西像杯较俗啊，加像杯一个什么 CP 值啊。那呢，今天我们午餐的地方啊，哎呀还不错，就有海景啊，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啊，还有海鸥，超级的美啊。土耳其的美食文化其实要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哈。谁？突厥人开始说啊，突厥人是游牧民族，拿什么美食啊？哇塞，有的吃啊就不错了啊。他们常在不同的土地上生活，也常跟着战争及气候变化而迁徙，所以也饮食习惯呢受到很多的影响啊。那突厥人加钙加什么优格？还有什么优格做的汤啊？延续到今麦土耳其的每一个家庭啊，几乎每天都有什么吃大量优格的习惯，还把这个优格当饮料喝啊！这个饮料就像优酪乳一样啊，做法很简单啊，优格里面加一点麻醉啊，加一点盐巴后呢，就完成了啊。那突厥人喜欢的另外一种饮料呢，叫做什么马奶酒啊？由马奶酒发酵制成的酒，热量高，但酒精浓度低，也非常适合游牧民族啊。现在也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蒙古等族群啊，都还有喝马奶酒的习惯。但是呢，在土耳其一定没人理吗？所以嘛，没人理呗啊。那马奶酒的文化呢，也存留了土耳其人历史的一部分哦。突厥人虽然是游牧民族，但他们很知道怎么种植水果，还有蔬菜，现在还很会吃鱼啊。尤其是伊斯坦堡这种大城市啊，靠近海港卖鲜鱼的种类非常的多哎。那他们很会吃，还有一种是坚果啊，他们使用这个水果以及谷类来酿酒。因为呢，突厥人呢很擅长卡贝啊，那常常骑着马去做什么？不是泡马子，是去打猎哦。那猎人呢也会呢培训一些老鹰跟狗来帮助他们什么追捕猎物哦。那珍贵的猎物是什么？就是兔子、蛟还有鹿啊。那牛反而不是突厥人生活的主要肉品，因为突厥人需要什么牛奶并利用他们在田里耕作所以反倒是比较常吃山羊、绵羊和马肉。不过现在的土耳其人呢，已经呢不吃马肉了所以你买他们餐厅讲我要吃马肉，要点马肉要给它惊死不可能面包、橄榄、番茄、小黄瓜、各式 cheese 都是你在餐桌上看得到的配料哦。尤其是土耳其人晚餐通常都在家里吃。土耳其人的女性婚后当家庭主妇的比例比台湾高出许多。还有工作的职业妇女呢，在平日下班了后呢，还是得为你的家人准备晚餐，因为劳累可能只能做一顿比较简单的晚餐周末他们会在餐厅吃顿长长的晚餐
或是到朋友家做客，做东的一方呢，那肯定呢，会使出浑身解数啊，来满足友人呢，而且你必须要吃下所有的东西啊，不这东的做东的那一方呢，他会很难过啊。开心哦！蓝色清真寺，赞啊！土耳其蓝色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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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啊！赞！真是蓝色清真寺，蓝色哦，笑脸的笑脸的来啊，笑脸的来啊！蓝色清真寺，好棒哦，这都笑脸的。哎，我爱你的手是蓝色清真寺，蓝色清真寺。 OK， 好。嗨，九位教堂，索菲亚教堂，哦，索菲亚教堂，大教堂，是所谓的大教堂，索菲亚大教堂，索菲亚教堂，上教堂，手绘的教堂，是手绘的教堂，教堂，索菲亚教堂，教堂，索菲亚教堂，所谓的教堂，所谓的教堂，索菲亚教堂，索菲亚教堂，可以来跟我一起走。索菲亚教堂。来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呢，有看到蓝色清真寺，还有为什么在土耳其会看到埃及文物啊？还是不是后美啊？哈，希腊哈，因为罗马帝国呢崇尚希腊语文，因而希腊罗马一路通敌而来呢，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呢，你知道吗？希腊语文呢是世界通行语文啊。那当然，我们当时在那个时代所称的这个世界没有很大，指的就是地中海这一块区域而已啦啊。那东罗马帝国有很多位皇帝啊，他以前呢都会去埃及，对埃及文字不感兴趣啊，读册没兴趣啊，但是对埃及的古物呢很着迷，非常着迷。那金字塔凶多啊，根本都没得搬得来啊。那方尖碑呢，以及呢这个狮身人面像呢，这是稍微可以做的哦。这种雕像呢比较好操作哦，就有不少呢就被搬到欧洲哦，所以你有时候看到罗马和欧洲
常常会看到一些埃及的东西。那方尖碑呢，都是一整块分成2、3段的花岗岩把它铸成的、雕成的。那为了建造新的赛马场呢，当时的君士坦丁呢，伊的下令，你去埃及的古城啊，路克索、卡奈克的神庙，搞偷抢都可以啊，移2座这个方尖碑回来。就是当时从那边移了2座方尖碑回来，经由亚历山大港口到君士坦丁堡再树立起来。那在不能损坏这个尖碑的底下这做困难的康魁一直到了西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过世了呢，或者挑起了这个方尖碑才运抵的亚历山大港啊。那他的儿子呢，接位20年后呢，就有一个新的想法了，他决定将其中1座呢送到罗马去啊。之后因为战乱呢，这一座方尖碑呢，在罗马就遭到废弃啊，被这个泥浆都盖起来，一直到1587年呢，它可以出来经过修复了1588年呢，个锤子的收窄重新把它卡起来成为罗马最后竖起的古埃及方尖碑。那我们现在看到土耳其这一座呢，就是当时另外1座方尖碑要运到君士坦丁堡的方尖碑。那由于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动乱不安嘛，而且呢，你知道运费很高啊，不是现在运费高，以前运费就高，要运这个方尖碑啊，这种奢华之举就耽搁了下来。这座方尖碑在亚历山大港口的沙滩就是过来咱们，一直到狄奥多西一世登基11年之后啊，大概在西元390年左右，再把这个方尖碑呢运到了现在的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的赛马场。沿途呢，你看历经波折，完部30公尺等抵达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剩下了18.54公尺了啊。然后呢，一个开差不多超过各位膝盖才找出了方法，将这个巨石呢给它雕开来放在预定的这个基座上面所以再加上基座，这总共有25.6公尺高基座下呢2面铭文一面是拉丁文，一面是希腊文。我们看到都是历史，整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呢，自抵达君士坦丁堡起呢，就再也没有迁移过了。不管什么天灾人祸，龙伯狼当鬼，也没有人毁坏它。1600多年来就在这边屹立不摇。它叫做图特摩斯在卡纳克神庙的方尖碑，这座方尖碑就叫做图特摩斯3世方尖碑。那图特摩斯是谁？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建立了埃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之一，建造了一座方尖碑。这座方尖碑四面都是象形文字，在当时记载了多位法老的一些战功伟大的军事胜利。所以你是不是在看土耳其？又可以怎么听啊？怎么有希腊的？听啊！怎么有埃及的？有没有？那如果你长期看我节目，你就会看到我以前在讲埃及的故事。如果你土耳其一系列看下来，你又会听到我讲东罗马，讲到希腊的文化。
进入蓝色清真寺。进清真寺的规定每一天5次穆斯林祷告的时间会限制游客进入，这时候呢，门口都会做管制的动作，没塞里比。那不分男女呢，都不可以短裤，太过暴露的都不可以。女性呢，必须呢包头巾不需要盖住脸，但是需要包住全部的头发。进入蓝色清真寺必须脱鞋，清真寺会准备塑胶袋，让你可以方便将鞋子提在手上。入清真寺也要男女分开祷告，进去的时候还要把手脚洗一下。其实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但是呢，它有着先进旅游城市的开放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大一样的。最起码目前土耳其是我去过的国家当中，我觉得最精彩、最多元化的其中一个。土耳其的首任总统凯末尔，他实行了宗教改革，废除了回教国教的地位让土耳其呢可以采用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后来导致土耳其政治的凯末尔主义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蓝色清真寺呢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礼拜场所，也是土耳其公认最漂亮的建筑物，由奥图曼帝国的第14代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指定的这个建筑师穆罕默德阿嘎来设计的于1609年动工，1616年建造完成。开清真寺呢就模仿了圣索菲亚博物馆的样式呢加以创作，有6个尖塔是它的特色。一般呢伊斯兰的清真寺呢只有4个尖塔，但是蓝色清真寺却有6个，理由是呢当初的艾哈迈德一世呢说要以黄金跟蜡的发音很相近而打造的。建筑师呢误听为6，于是把它做成了6座尖塔。不过当时尖塔的高度和数量是皇室权力的象征是误听还是因为被称为伊斯兰教总寺的麦加大清真寺也是6座尖塔？人们因为担心才编出此故事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了。内部的装饰呢使用超过了2万片从伊兹尼运来的当时最奢华的花纹瓷砖这些呢花纹瓷砖都以蓝色为主，所以呢让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呢就有了蓝色清真寺的别称。清真寺呢你看到有200多个小窗，阳光照射进来相当的美丽
土耳其真正做好佚佗的啊，在这个欧亚交界的世界历经许多文化碰撞我想这个阿拉伯联合公国，那男女老少的人人都戴着头纱伊斯坦布尔的人们呢，那看起来就比较真实更贴近我们所认知的世界而清真寺呢，就是我们更了解伊斯坦布尔的起点。过去呢，这个宣礼员一日会有5次会登上呢高塔吟唱换拜目前都用这个广播来取代宣礼塔发出的声音可以响彻整个伊斯坦布尔那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女分开祷告的画面哦。现在要前往的是被封印沉没宫殿中的美杜莎地下水宫殿，做水爷所以叫地下水宫殿地下水宫殿呢，是由在527年到556年统治时期所建的主要用途是用来蓄水，供给给伊斯坦堡居民所使用的后来呢，为了接待游客的到来，就在水池上辟建了一条深入到水宫深处的步道。这个步道两旁边呢，就用一些很简单的灯光就点亮走在其中会有仿佛走进一个神秘的隧道这几的心跳就竖立在水上的宫殿直到进入到了隧道的底层那巨大的石柱呢是一字排开还有地下宫殿赞叹惊艳进入到这个由君士坦丁大帝初建查士丁尼一世整建的地下水宫殿，还可以看得到全世界唯一蛇发女妖美杜莎被压制在神柱底下